AI 人工智慧其實不是突然冒出來的，它背後有很多人類歷史上的大故事。如果把 AI 只看成 ChatGPT 機器人，會看太小。更深層來看， AI 是人類幾千年來一直想完成的一個夢，這個夢叫做創造另一個會思考的自己。而這個歷史其實可以追溯到神話、哲學、工業革命、戰爭、數學、網際網絡、資本市場。最早的 AI 其實是神話，人類一直幻想人造生命。古代很多文明都出現過類似故事。希臘神話，青銅巨人 Talos 是一個巨大青銅機器人，它會巡邏海岸，保護城市，攻擊敵人。這其實已經很像自動武器、機器士兵、AI 守衛。人類很早就開始幻想能不能創造會自己行動的東西。猶太傳說裡的 Golem 是泥土做的人，透過神秘文字被賦予生命，但是後來常常會失控。這個故事非常像今天 AI 的核心焦慮，我們能不能控制自己創造的智慧？這種造物失控的焦慮其實從古代就存在。工業革命時，人類第一次發現機器能取代勞力。以前人類認為只有人能工作，但工業革命後，蒸汽機、紡織機、工廠流水線開始大量取代人力。這時人類第一次震撼，原來機器可以比人更有效率。這也是 AI 的第一個根源。二戰時，德國用 Enigma Machine 加密軍事情報。Turing 發現，如果邏輯可以被規則化，那機器也許能思考。於是他設計出計算機概念、演算法邏輯、自動推理，這些直接變成現代電腦科學的起點。後來他提出 Turing Test， 意思是，如果人類分不出對方是不是機器，那他算不算有智慧？直到今天 ChatGPT 都還在回答這個問題。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的科技競賽中， AI 爆炸成長，因為美國害怕輸給蘇聯，於是大量投資電腦、網絡、AI 自動化。因為軍方很想要自動判斷飛彈、自動翻譯俄文、戰場分析、情報推理，所以 AI 一開始其實是軍事科技。今天很多 AI 技術根源都在國防資金。AI 最缺的東西是什麼？答案是資料 data。在網際網絡時代， AI 終於有實物。以前 AI 很笨，是因為沒有資料。但網際網絡出現後， Google 搜尋、Facebook 貼文、YouTube 影片、全世界文字都開始變成 AI 的訓練燃料。這時 AI 開始真正變強，因為 AI 不是像人類般理解，而是從海量資料中找出規律。2012年 AI 突然大進步，原因是 GPU 算力暴增，網絡資料暴增，神經網絡成熟。在 ImageNet 圖像比賽中， AI 首次大幅超越傳統方法。從此，語音辨識、圖像生成、自動翻譯、ChatGPT 全部開始爆發。AI 與歷史上另一個東西超像的，就是電力革命。以前，蒸汽機改變工廠，後來電力改變所有產業。今天 AI 正在變成智慧的電力，未來所有東西，搜尋、醫療、教育、金融、創作、軍事，都會被 AI 滲透。就像今天沒有東西離得開電，未來可能沒有東西離得開 AI。其實 AI 的歷史核心不是科技，而是人類第一次想複製智慧。以前人類複製力量，造出機械；複製速度，造出汽車；想飛行，造出飛機。但現在人類開始複製思考，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所以很多人認為
AI 不只是科技革命，而是文明等級的革命。AI 歷史其實很像 Prometheus 偷火給人類，火讓文明誕生，但也帶來戰爭、毀滅、武器。AI 也一樣，它可能帶來超級繁榮、超級創造力、超級效率，但也可能大規模失業、假資訊、權力集中、超級監控。所以 AI 的真正問題從來不是 AI 能不能變強，而是人類如何使用力量。這其實是整個歷史一直重複的故事。2022年底 ChatGPT 橫空出世後， AI 議題迅速從科技圈蔓延至社會各角落，隨之而來的是大眾普遍的 AI 焦慮，擔心被取代，害怕跟不上，困惑於技術的快速迭代。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本書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刻意不談艱澀的演算法與模型參數，而是面向大眾，希望給讀者一個思考 AI 的起點。作者曾言，做的是 AI， 談的是人性，這句話精準道出了本書的核心理念。全書的論述正是建立在對 AI 技術本質的深刻理解之上。所謂底層邏輯，並非指程式碼或數學公式，而是指理解 AI 這項技術到底是什麼以及如何運作的根本認識。以下將從技術本質和生存法則這兩個層面系統性地探討這本書。第一個層面，技術本質 ，AI 人工智慧其實是幾率的智慧。首先明白 AI 是什麼。AI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簡單來說，就是讓機器模仿人類智能的技術，包括學習、推理、感知、理解語言、解決問題，甚至創造內容。機器學習的核心，從數據中找規律。書中指出，人工智慧並非科幻電影中擁有自我意識的他者，而是一種通過演算法來模擬人類智能的數學工具，其核心目標是透過數據學習規律，完成分類、預測、生成等任務。因此 AI 按任務類型分類。生成式 AI 創造新內容、文字、圖像、音樂、程式碼，例如 ChatGPT、Midjourney、Sora。判別式 AI 分類、辨識、預測，例如垃圾郵件過濾、人臉辨識、信用評分。決策式 AI 在環境中採取行動以達成目標，例如自動駕駛、推薦系統、AlphaGo。感知式 AI 理解感官輸入、視覺、聽覺，例如語音轉文字、物體偵測。進一步拆解，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是 AI 的核心實現方式，而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則是機器學習的一個分支。深度學習通過利用深層神經網絡模擬人腦處理和分析資訊的方式，從大量數據中學習複雜的表示。用白話來說， AI 的運作方式就是從大量數據中尋找模式，再運用這些模式來預測或生成新的內容。無論是推薦系統、語音助理還是大型語言模型，其背後的本質都是同一個邏輯，讓機器從數據中學會某種對應關係。所以，我們明白 AI 預測的本質， AI 是統計模型，不是思考者。對 AI 技術本質，最關鍵的洞察在於 AI 的智能本質上是一種幾率的智慧。它理解的是模式，而不是意義；它生成的是語句，而非經驗。換句話說，即便最先進的大型語言模型 LLM 看似能夠對話推理，其運作核心仍然是一種高度複雜的文字接龍機制。模型根據前文內容計算出接下來最可能出現的詞彙 token， 然後逐字生成回應。ChatGPT 雖然在跟你對話，讓人驚豔於它的表現，但它本質上仍然是在預測你下一步想要看到什麼回答。這個認識極為重要。AI 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能從海量數據中萃取驚人的統計規律，
但它之所以不思考，也是因為它從未真正理解這些規律背後的意義。AI 可以生成一篇結構完整、語法正確的文章，卻無法體會這篇文章所傳達的情感。它可以模擬某種寫作風格，卻沒有屬於自己的創作動機。理解這一本質，是後續所有生存法則的起點。例如， AI 能模仿易經，但是 AI 真的理解宇宙變化嗎？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AI 可以學習易經文字，模仿卦象解讀，產生占卜內容，分析歷代注解，建立卦象推理系統。所以 AI 可以像算命師一樣說話，甚至能比很多人更熟易經文本。但問題在於 AI 有沒有感應？ AI 有沒有直覺？ AI 能不能真的看見變化？這就進入易經真正核心了。但這裡有個根本問題，占卜真正依靠的是什麼？這是千年爭論。而且易經重視德。古代認為，如果一個人貪婪、傲慢、逆勢而行，就算知道卦象，也會失敗。所以易經不只是預測，而是修身之學。但 AI 沒有道德，它只是計算、預測、生成，這是最大的不同。第二個層面，明白以上的技術原理後，如何推導出生存策略？生存邏輯一 ：AI 是價值技術，不是商業模式。首先是對 AI 能做什麼的定位。基於上述技術本質， AI 是從數據中學習規律的統計模型，因而推導出一個重要結論： AI 本質上是價值技術，而非能獨立創造價值的商業模式。書中指出，不管創業也好，想要創造價值也好，一定要從解決問題本身出發，千萬不要把 AI 本身當成一個商業模式。為什麼？因為 AI 需要龐大的數據量作為基礎，而公開數據集大家都能取得，這意味着單純依靠 AI 技術本身很難形成競爭壁壘。真正的價值來自於將 AI 應用於具體的業務場景，例如金融業用 AI 強化客服，電商用 AI 優化推薦，也就是所謂的加 AI 策略，而非 AI 假。書中以亞馬遜為例，亞馬遜的核心商業模式從來不是賣 AI 推薦服務，而是賣商品。AI 推薦只是讓這個既有商業模式更有效率的價值工具。這個邏輯推導的結論是，與其追逐 AI 技術的每一次更新，不如反問自己， AI 能為我既有的核心能力帶來什麼價值？生存邏輯二 ：AI 擅長的事，正是人類該外包的事。這個邏輯推導圍繞着 AI 擅長什麼？從機器學習的運作機制來看， AI 最擅長處理的是重複性高、可標準化、有明確模式的任務，因為這些任務最容易從數據中學習規則。相對的， AI 最不擅長的是需要創造力、情感理解、價值判斷和複雜決策的事物。這就形成了一個清晰的界限， AI 和機器學習將接管那些可以標準化的工作，人類反而更應該專注於那些長期有價值、不需要改變的核心事物，例如創造力、情感智慧和批判性思考等。書中特別強調， AI 能在行政公文、商業文案等任務上表現優異，但其創作往往平穩卻缺乏熱情。這種缺乏生命感的特性，正是人類不可替代之處。這個邏輯引導出的策略是，將 AI 視為人類能力的放大器，它能讓人從繁瑣的重複工作中解放出來，將更多精力投入創造性、決策性和管理性的工作。所以，會取代你的不是 AI 本身，而是那些懂得使用 AI 的人。生存邏輯三：找到不變的事，才能應對萬變的技術。AI 技術迭代的速度遠超一般人的想象。書中直言，目前 AI 模型迭代的速度遠遠超過一般企業部署和導入的速度，
在這種情況下，試圖緊盯每一次技術更新，做出及時反應，不僅徒勞無功，還可能因為過早投入而浪費資源。面對這種困境，書中援引亞馬遜創辦人的觀點，與其問未來10年什麼會改變，不如問未來10年什麼不會改變。具體來說，那些不變的事大致上分成3項。第一項，人性需求方面，包括人類萬年來對歸屬感、意義感、被理解的需求從未改變。第二項，核心能力，包括批判性思考、溝通表達、同理心等。第三項，成功的基本原則，包括樂觀、進取心、終身學習。這就是本書最具洞見的底層邏輯。面對快速變化的技術，人類的最佳策略不是追逐變化，而是锚定不變的核心，因為只有不变的事物才能成為長期價值的基石。正如書中所言，世界越快，心則慢。在 AI 高速發展的時代，這種慢思考反而是最具競爭力的生存策略。在許多變化中， AI 也帶來了挑戰與反思。關於倫理與社會爭議，如下。第一個例子，深度偽造威脅加劇 Deepfake。AI 生成的影片越來越逼真，威脅公眾辨識真假內容的能力。2026年初的報告指出，深偽技術已能實現即時視訊通話偽造。犯罪分子利用 AI 模擬企業高層的聲音與長相，在即時視訊會議中授權非法轉賬。這對傳統的生物特徵辨識，如人臉解鎖，構成了極大威脅。第二個例子，版權訴訟持續延燒。AI 公司在訓練模型時使用受版權保護的資料，引發了大量法律訴訟。一個很著名的例子， Anthropic Cloud 的開發商在2026年5月14日於舊金山聯邦法院推進了一項高達15億美元的集體訴訟和結案。作家與出版商指控 Anthropic 從名為 Shadow Libraries 如 LibGen 等盜版書庫非法下載超過48萬本受版權保護的書籍來訓練模型。若最終獲准，符合資格的版權所有者每部作品預計可獲得約3100美元的賠償。法官雖然認可 AI 訓練具備轉換性 transformative 可能屬於合理使用，但認定使用盜版來源獲取資料則是明確的侵權行為。這迫使 AI 公司未來必須透過合法渠道獲取訓練數據。第三個例子， AI 侵犯肖像權。已故名人被 AI 擅自復活，拍攝商業影片， AI 生成爭議性內容，引發家屬抗議等，都凸顯了 AI 對個人權利的嚴重威脅。2026年4月，某運動飲料品牌未經許可利用 AI 復活了一位已故知名籃球巨星，製作了與現役球員同場競技的即時互動廣告。家屬認為 AI 模擬的競技狀態過於真實，甚至讓觀眾誤以為該球員從未離開，這引發了關於人類尊嚴與商業利益邊界的激烈辯論。最重要的部分是把以上的生存策略及邏輯如何從理論走到實踐呢？這就是我們的生存法則。我們從個人及企業這2個方向來了解。針對個人，書中提煉了5大關鍵能力。第一，批判性思考，這是最重要的一項能力。書中指出，只有批判性思考能力夠強，才能駕馭 AI， 理解它的局限，質疑它的輸出，而不是照單全收。第二，問對問題的能力，與 AI 互動的品質與提問的品質高度相關。作者分享了一個親身經歷，他在史丹佛求學時，一位同學從白痴問題一路問到極困難的問題，透過不斷提問實現了驚人的成長。在 AI 時代，提問能力將成為學習和工作的核心技能。第三，溝通與表達，程式語言只能動員機器，自然語言則能動員人類。書中強調，溝通、表達、同理心等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無論有無 AI 都是不會改變的事情。第四，跨領域學習，
成為雜學者而非狹隘的專家。AI 可以幫助科學家找到上億種蛋白質的組合來研發新藥，但光會編程，不懂生化知識，同樣孤掌難鳴。第五，專注力。在 AI 和社群媒體充斥干擾的時代，專注本身反而成為稀有且珍貴的能力，是顯性的競爭力。對於企業，書中同樣提出了3個核心策略。首先，把 AI 當水電來用，讓所有員工都具備使用 AI 工具的能力，像打開水龍頭一樣自然，而不需要透過專門的 IT 部門。其次，優先專注既有核心業務， AI 只是加值工具，不要為了 AI 而偏離主業。最後，不必急於導入最新技術，在 AI 模型迭代速度遠超部署速度的當下，與其急於搶先，不如躺平觀察，等待技術成熟後再選擇性導入。最後，書中重新定位人類在 AI 時代的角色。總之， AI 世界的底層邏輯與生存法則的基本原理是一條完整的推導鏈條。從 AI 的技術本質，就是數據驅動的統計模型，從這裡出發，推導出 AI 的定位，它是價值技術而非商業模式，以及它擅長的範圍在標準化、重複性任務，進而形成面對 AI 時代的策略，就是锚定那些不變的核心，例如人性需求、批判性思考、溝通能力，只是將 AI 視為工具與放大器，而非威脅。這本書帶給讀者的最終啟示是， AI 只是標配，思考才是你的武器。在一個演算法越來越聰明的世界裡，真正不可取代的，從來不是計算能力或知識儲備，而是人類獨特的同理心、創造力、價值判斷力，以及那份不被機器取代的從容與智慧。